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4章。今夜，静候凶手。我得带您亲临其境，鲁莱塔比尔对我说，这样您才能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相信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事情。至于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大家都在苦苦追寻的答案。凶手是如何从黄色房间里逃脱的，没有任何同谋，而且斯坦格森先生与此事也毫无干系。在我完全确定凶手的身份之前，我还不能解释我的假设，但我相信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极其正常的。我的意思是极其简单的。至于3天前在这里，在城堡里发生的事情，在24小时内，它似乎超出了所有想象，以至于现在从我内心深处产生的那个想法是如此荒谬，我几乎更情愿沉溺于那无法解释的黑暗之中。说完，这位年轻的记者请我陪他在城堡外围走走。我们脚下踩着干枯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城堡看起来像是被遗弃了，古老的石头环绕塔楼的护城河里停滞不动的积水，被去年夏天残骸覆盖的荒凉土地，树木黝黑的骨架，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个被一个可怕谜团所笼罩的悲伤之地显得更加阴森可怖。当我们绕过塔楼时，遇到了那个穿绿色衣服的人，那个看林人，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径直从我们身边走过，仿佛我们不存在一般。他和我第一次透过马蒂厄爸爸客栈的玻璃窗看到他时一模一样。他仍然肩挎猎枪，嘴叼烟斗，鼻子上架着加比眼镜。真是个怪人，鲁莱塔比尔低声对我说。您和他谈过话吗？我问道。是的，但是什么也问不出来。他只是咕哝几声作答，耸耸肩就走了。他通常住在塔楼的第1层，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以前曾是祈祷室。他像熊一样生活，从不带猎枪就出门，只有对女人才和颜悦色。他借口说必须吓走偷猎者，常常在夜里起床。我怀疑是为了他的风流韵事。斯坦格森小姐的女仆希尔维是他的情人，尽管他又爱上了客栈老板马蒂厄爸爸的妻子，但是马蒂厄爸爸把妻子看得紧紧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无法接近马蒂厄夫人的情况，使得看林人更加阴沉和沉默寡言。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几乎称得上优雅。方圆4里格内的女人都为他着迷。在离开位于左翼尽头的塔楼后，我们走到了城堡的后部。鲁莱塔比尔一边指着一扇窗户，我认出那是通往斯坦格森小姐房间的窗户之一，一边对我说，如果2晚前的凌晨1点您在这里，您就会看到区区在下我正爬在一架梯子上，准备从那扇窗户进入城堡。由于我对那种夜间体操表示出几分惊讶，他便请我仔细留意城堡的外部布局。之后我们回到了建筑物内部。现在，我的朋友说，我想带您看看1楼的右翼，我就睡在那里。为了让读者很好地理解这个地方的布局，我现在就把鲁莱塔比尔在那个我们即将详细了解的非凡事件发生后的第2天所绘制的1楼右翼平面图呈现在您的眼前。城堡1楼平面图，右翼，鲁莱塔比尔安置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地方，鲁莱塔比尔安置雅克爸爸的地方，鲁莱塔比尔安置斯坦格森先生的地方，鲁莱塔比尔进入的窗户，鲁莱塔比尔离开房间时发现开着的窗户，他把它关上了。所有其他的门窗都是关着的。露台，它覆盖着底层一个悬挑出来的小房间。鲁莱塔比尔示意
我跟着他走上那气派的双向大理石楼梯，楼梯在1楼形成一个平台，从平台出发，可以通过一条贯穿整个建筑，并从北面采光的宽阔走廊，进入城堡的右翼或左翼。那些窗户朝南的房间，其房门都开向这条走廊。斯坦格森教授住在城堡的左翼，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则在右翼。一条窄长的地毯铺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消除了我们脚步的声响。鲁莱塔比尔低声告诉我走路要小心，因为那时我们正经过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他解释说，斯坦格森小姐的套间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前厅、一间小浴室、一间书房和一个客厅。当然，可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无需经过走廊。客厅和前厅是唯一有门通向走廊的房间。这条走廊一直延伸到建筑物的东端，并通过一扇高窗，平面图中的窗户2，从外部采光。在走廊长度约2/3处，它与另一条连接城堡右翼的走廊呈直角相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将从楼梯到东侧窗户的走廊称为直廊，将另一条走廊称为横廊。在2条走廊的交叉口是鲁莱塔比尔的房间，与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房间相邻。2个房间的门都开向横廊，而斯坦格森小姐套间的门则开向直廊。见平面图。鲁莱塔比尔打开他房间的门，让我进去，然后又在我们身后关上门，并插上了门栓。我还没来得及打量一下房间，他就惊叫了一声，同时指着床头柜上的一副加比眼镜。这是什么？他自言自语道。这副加比眼镜怎么会在床头柜上？我很难回答他。除非，他说，除非这副加比眼镜正是我正在找的东西，而且是老花镜。他几乎是扑到了那副加比眼镜上，他的手指抚摸着镜片的凸面，然后他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我。哦，他重复着，哦，好像突然间他自己的想法让他发疯了。他站起身，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个疯子一样笑着对我说：“这副加比眼镜会把我逼疯的，因为您看，这件事在数学上是可能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就在这时，门上响起了2下轻微的敲门声。鲁莱塔比尔把门微微打开，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脸，是门房的妻子。我认出她是因为我曾看到她在被带到亭子接受审讯时，从我面前经过，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以为她仍然被关押着。那个女人用极低的声音说：“在地板的缝隙里。”鲁莱塔比尔回答说：“谢谢。”那张脸便消失了。在极其小心地关上门后，他转向我，带着惊恐的表情，说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既然这件事在数学上是可能的，为什么在人性上就不可能呢？但如果这件事在人性上是可能的，那么这个案子就太可怕了。我打断了鲁莱塔比尔的自言自语。那么门房夫妇已经自由了吗？我问道。是的，鲁莱塔比尔回答我，我设法让他们获得了自由。我需要可靠的人，那个女人会为我赴汤蹈火，那个门房会为我而死，而且既然这副加比眼镜是老花镜，我肯定需要真正愿意为我而死的人。我说，别取笑我，朋友。但是什么时候需要赴汤蹈火呢？就是今晚，因为我必须告诉您，我的朋友，我今晚恭候凶手大驾。您今晚
恭候凶手大驾。真的，真的，您今晚恭候凶手大驾。但是您知道他是谁吗？哦，现在有可能我知道了。如果我断言我知道，那我就是疯了，因为我对凶手的数学推断得出了如此可怕、如此骇人听闻的结果。我希望我仍然有可能是错的。哦，是的，我用我所有的力量希望如此。您怎么能说您今晚恭候凶手大驾，如果您5分钟前还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知道他会来的。鲁莱塔比尔慢慢的、非常慢慢的装好烟斗，然后点燃了它。这预示着一个极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就在这时，有人在走廊里走动，经过我们的门前。鲁莱塔比尔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在他的房间里吗？我指着隔墙问道。不，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我认为他今天早上去了巴黎，追踪达尔扎克的行踪。达尔扎克先生今天早上也去了巴黎。这一切最终会很糟糕。我预见到在8天之内，达尔扎克先生就会被捕。最糟糕的是，一切似乎都在与他作对。世界、人们、一切，没有1个小时不带来对达尔扎克先生的新指控。预审法官感到不知所措和盲目。此外，我理解他们是盲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除非……然而，拉尔桑可不是新手。我曾经认为，鲁莱塔比尔带着一丝轻蔑的表情说，我曾经认为弗雷德要高明得多。显然，他不是等闲之辈。当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方法时，我自己也对他表示钦佩。但是，这太可悲了，他的声誉仅仅是因为他的技巧，但他缺乏哲学。他构想的数学基础非常贫乏。我看着鲁莱塔比尔，听到那个18岁的男孩像对待孩子一样谈论一个50岁左右，已经证明自己是欧洲最优秀的警探的男人，我不禁笑了。您笑了，鲁莱塔比尔对我说，您不应该笑。我向您发誓，我会和他好好较量一番，而且是以一种轰动的方式。但我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他领先我一大步。这个优势是罗伯特·达尔扎克给他的，而且今晚他还会扩大这个优势。请您想一想，每次凶手来到城堡，罗伯特·达尔扎克因为一种奇怪的命运都会不在场，并且拒绝解释他是怎么度过他的时间的。每次凶手来到城堡，我叫道：“那么他回来了吗？”是的，在发生那个奇怪事件的那个著名的夜晚。于是，我将了解鲁莱塔比尔不断提到，但没有向我解释的那个奇怪事件。但我已经学会了不要催促年轻人叙述。他想说的时候就说，或者当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说。他不太关心我的好奇心，而是更关心为他自己做一个完整的总结，总结一些他感兴趣的重要事件。最后，他用简短而快速的句子告诉我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我陷入了一种类似茫然的状态，因为，说实话，那种仍然未知的科学及催眠术的现象，并不比凶手在有4个人在场触摸他的情况下消失更难以解释。我说催眠术就像我可以谈论电一样，我们不知道它的本质，也不知道它的规律，因为在那一刻，我认为这个案件只能用无法解释的东西来解释，也就是说，用一种超出已知自然规律的事件来解释。然而，如果我的大脑像鲁莱塔比尔的大脑一样，我就会有同样的对正常而简单解释的预感。因为格兰迪耶的所有谜团中最奇怪的事情，就是鲁莱塔比尔解释他们的自然而简单的方式。但是，谁当时能够，现在又能够自夸拥有鲁莱塔比尔的大脑呢？
我从未在任何其他人的头上发现他额头上那种独特而不协调的隆起，除非，虽然远不那么明显，在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额头上。您必须非常注意这位著名警察的额头，才能猜出其轮廓。而鲁莱塔比尔的隆起，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有点强烈的表达方式，则非常明显。在我们年轻人交给我的案件文件里，有一本笔记本，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完整版本的凶手物质消失现象，以及启发我朋友思考的那些想法。我认为最好向您展示这个版本，而不是继续让您听我和鲁莱塔比尔的谈话，因为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我害怕添加一个并非最严格真理表达的词语。